哎，这圣诞不是刚过去吗？马上迎来下个月我们中国的春节，这是东西方两个最盛大的节日。然后我就对大胖媳妇进行了一个小采访，让她聊一聊圣诞文化和春节文化在她心中的小 PK。首先聊一下她更喜欢春节的地方。首先就是她非常迷恋中国的烟火文化，她非常震惊，在中国放烟花，普通老百姓居然自己就能放。咱们可能觉得没啥，但在国外，他们如果想看烟花哈，一般都是到市中心就景点类的地方，看那种大公司赞助的盛大的烟火表演，那玩意儿又整老贵了，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能买的。所以你看到的不是高耸入云的烟火，而是无法触及的资本。所以9年前，应该9年前，他第一次来中国过春节，来铁岭，给他吓坏了。我爸搬来一个100发的大礼炮，他以为我爸是铁岭爆破局的呢，就挪用公炮了。后来发现那100炮就只是个开端。第二天，我老姑父又搬来一个300发的，我舅爷又搬来俩。他想，哎呦我的妈，他家导弹军火就这发数了，要够女王登基的了，够女王登基的了。话音未落，对面楼连放4个烟花，还是带字儿的“财源滚滚”。他特地跑一边去看去了，结果放财源的时候，吓得把眼睛闭上了，眼睛一睁，滚滚。他说：“你说这扯不扯？眼睛一闭一睁，今年就没了。”第二点，他喜欢春节的配色，他们圣诞节的配色呢是红和绿。本来吧，从小长大，他也不觉得这俩色儿有什么毛病。但随着他后来在中国待的时间变长，对很多文化有一些了解之后，很多事就变了。比如去年圣诞节，他在温哥华，我在北京过圣诞节的时候，他妈就给每个人发帽子，就给他发个绿的。他说：“我当时吧，也不是不能戴，但就觉得哪里不对。我们遥望着大洋彼岸哈，别人看到的都是波澜如此平静，我就看到一朵翻墙的红线，但我又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他说这点还是春节好，不玩撞色就是红。穿身都是红的，里边也是红的，你穿的红裤衩子，这个有吗？这是我的我说的太长了。让他最爱不释手的当属搓澡。实话实说，他第一次来铁岭搓澡是给吓跑了，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有些事一旦养成无法倒退，以至于回到加拿大非常不适应。有一次在温哥华过中国春节，没有搓澡的地方，早上在家冲了个澡。他说：“哎呀，就是心里可不得劲儿了，就觉得自己那个年过得特别脏。”这是他觉得春节的加分项。当然了，他对春节也有自己要吐槽的点。首先，他不能理解铁岭妈妈们的烫头文化。他说我就没有见过哈铁岭城那么团结过。平时哈各有各的发型，各有各的 fashion。30的头一天，一夜之间头型整齐划一，所有东北中老年女性都烫成了油油亮亮的小卷，穿着是清一色的羊毛衫。这个区域不是小钻就是亮片，我本来就分不清就该管谁叫啥，就靠头型记呢。统一度量衡了，统一度量衡了。最后一点就是他不适应春节走亲访友时候大家的寒暄方式。他说就每次我一进屋，肯定是哎呀妈，这小子你咋胖这样的？这头发没剩几根了。而且我胖吧，他说我胖。你不胖吧？他说你瘦。在中国长辈的眼里，就没有一个身材匀称的人。你就没听说谁一进屋，哎呀妈，这姑娘长得匀匀称称、正正好好，不可能，非胖即瘦。他们的眼睛就是尺。他说我这一点真是不太适应啊。我们圣诞节一见面，那打招呼就是 Oh, you look beautiful。哪怕这人真说今年哎妈缺个眼睛，那也不能说呀。说实话哈，就如果我3年没回加拿大，我回家一进屋发现我妈400斤了，那我也是啥也不会说的。她400斤她自己不知道吗？但是过年咱去你家那串门，哎呀妈，瞅这大脸，这肚子，你吃多少呢？这咋整的？脑袋长样啊？去年还能有47根呢，今年那25根啊？他说，你说你哪1.51米小个，怎么老是说头发呢？大过年的来都来了。哎，这不4年一度的冬季赛事刚结束吗？就有很多人问我说，你说你跟你老公俩看比赛的时候，你为中国队激动，他为加拿大队激动，那你俩不干架吗？我想说不干架呀，因为他不激动，不光他不激动，他全家人都不激动，就根本就不在乎加拿大赢不赢。我看开幕式的时候我还跟他视频，我说哎，你国家运动员出场的时候那衣服上热搜了。他说衣服咋的了？前开门没来呀？你们还记得不？2010年是温哥华办的开幕式。那阵儿呢，正好我第一次给他领回铁岭，在我家玩，我们都以为这温哥华开幕式他得老激动要看了，结果人家根本不想看，因为他头一天人生第一次看了2人转，就开幕式那天就高低想再去看2人转，就跟我说昨天那个多有意思，出来一个女的就都不自我介绍，出来就咵咵咵甩头发，跟脱蜜蜂了似的，完甩完头就咔咔咔就大劈叉，哎那叉劈的就是订书器缺钉的安钉时候那种状态，劈完叉起来嘎干瓶啤酒，啤酒瓶子没撂下来呢，歌声出来了，兴旺发达通四海好运来，是不是那种感觉？就是好运来，你看人家就是发如拖布，动如脱兔，就各种动作之间毫无逻辑连接。我喜欢这种艺术，我当时就很不理解，我说就在温哥华你家门口办你都没有热情，他说那要在铁岭办，铁岭人就热情啊。我说哎呀妈呀，他最好别在铁岭办，这要是在铁岭办了，全铁人民男女老少，正在室内烧烤店酒意阑珊的，正在室外旱厕速冻风干的，正在城里搓澡台上顺时针侧翻的，正在乡间给老母猪排解孤单的，肯定全都在看。然后你们还记不记得那年温哥华这开幕式有个大事故，就他这个点火仪式最关键的环节点火啊，设计的是4个大柱子一个接一个的起来，最后聚到一起火炬点燃，结果这4个柱子起来仨，最后那个躺平了没动。
刚开始我们都以为就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就是让你等都没有声了，啪一脚蹦出一大鹅，完一脚拴一个猴那种感觉，完整的吧，我爷都有点替他觉得尴尬了，说你们这是属于就什么寓意呢？3缺1啊！完我就憋不住了，我说你们这个属于是不是有点掉链子？我老公说什么是掉链子？我奶说掉链子就是骑车秃噜扣了。然后我爸就站出来了，说你们都给人留点面子，人家现在肯定脸上也挂不住了。结果没想到人家一点没有什么脸上挂不住的感觉，当时给他爸打电话，给这爷俩就逗坏了。哎，爸看着没？那第4个咋回事？跳闸了属于。哎，这个在中国哈，从现象上来看叫3缺1，从性质上来看叫秃噜扣。完他爸这边是，哎，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这玩意儿，就是闭幕式的时候，邦家站起来了。哎，往回摁都不行，就越摁越支棱，跟倒枪刺似的，当时我还问他，我说你心咋这么大呢？你咋不上火呢？他说不是我设计的，我上什么火呢？我跟你说啊，我这大胖媳妇跟我不乐意了，你瞅这样。前2天跟朋友出去吃饭，我这朋友嘴欠，随口说一句你心挺大呀，你媳妇在视频里头给你起这外号你都不生气。完事我老公在饭店就开始找我视频听我片头介绍他的时候究竟是用什么发音和用词。但是在我朋友面前他也没说啥，这事我以为就过去了。但是饭店也是有点吵，他的汉语也是不太好，他听这个大胖媳妇其实根本没听准。结果回去道上人我都要睡着了，就听他一个人搁这块儿，哼，哎呀，你不知道他以为他要下蛋呢。我一看他这样，他就是要整点嗑，但是我没去搭理他。结果过2分钟人自己就说了，我觉得不能因为你现在有了点粉丝，长了点风头，你就可以不经过我允许肆意多起外号，管我叫大盘鸡，管我叫大盘鸡。我当时愣着了。我老公说的，人家刚才我都问那谁了，你这外号起的啥意思？人家说就是埋汰我的意思。他说你人怕出名猪怕壮，越来越嫌媳妇胖。你这么把我形容成一个百无一用傻白甜，一身肥肉不挣钱的人设，你让大家怎么看我？我这么多年我在铁岭带硬汉装碴子，江湖人称洋喇子，我这形象不都让你给整崩塌了吗？我说这个我是得承认，我是多少有点埋汰你这个百无一用傻白甜，一身肥肉不挣钱，但是我可从来没管你叫过大盘鸡。完事今天吧，有2个小记者要来俺家采访我，就是小规模的聊聊天吧，但给我大胖媳妇激动坏了，一大早上起来就给自己脸刮锃亮，完事吃早饭的时候都没放盐，说怕自己脸浮肿。我就问他，我说大盘鸡你没有盐行吗？大盘鸡你就靠那点豆瓣酱你不淡吗？我说这样啊，大盘鸡你还是回里屋去吧，大盘鸡就你还是去维护你这个硬汉碴子洋喇子这个形象，你别露面了，省着又说我埋汰你，摧毁你的人设。完我老公就在屋里自己憋了能5分钟，最后没憋住出来了。但是刚才这5分钟用英汉词典查着一个词儿来表达自己想要得到的定位，完出来了跟我说，我不是说我不可以出镜，也不是说我不能有外号，我只是想说我想把我的角色定位改一下，我不想做大盘鸡，我觉得我更适合做你的大花瓶。我刚才用字典查了，花瓶也是说我没用，但是同样是说我没用，管我叫花瓶起码还算你承认你是拜倒在了我的容颜之下。我说行，大花瓶子你来吧，来给我上妆，我一会儿上镜的。正好从国内寄了一个礼盒，里边有这个花西子的柔焦蜜粉饼，咱俩都试试。我当时打开这个我一看太好看了，就想赶紧上脸，但是彩玲最近不是怀胎大盘鸡的鸡仔小盘鸡了吗？我寻思这可能现在先不能用，结果一看这成分，上网一查，发现人家也没加任何孕妇慎用的成分，以花养妆，敏感肌和孕妇都可以使用。我走在伦敦街头，就会一直想打开这个粉饼罐，露出这个雕花精细的丝绸之路。你看这群小骆驼，就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彩玲的嘴，骆驼的腿，征服沙漠不用水。最关键的是，了解我的都知道我是大油田，我用的蜜粉必须得做到磨皮加控油的效果。你看它的控油效果。我不是大盘鸡，我是大花瓶，是的啊。